好的，各位亲爱的同学们，我们又开始上课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考研政治课堂，我是徐涛老师。那么从今天这堂课开始呢，我将正式为大家讲解我们强化班的具体学科内容了。那么今天要讲的呢，就是第一个学科，全称叫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我们往往把它简称为呢叫做马原。马原这个学科啊，它内在的呢又包含了4个部分的内容，分别叫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这几个部分当中啊，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在整张考研政治100分的满分试卷当中啊，马原是占了24分的，而这其中呢，马哲就占了18分。所以学马原主要是学马哲，它是最重要的部分。但是我们作为强化班的课程，要给大家完整详细的把所有的内容从头到尾过一遍。所以首先我们从导论开始。那么导论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导论？导论呢，其实就好像我们在看一本书，它前面的这个序言、前言，这个就叫导论。它往往会对整本书的内容啊做一个高度的概括和介绍。从我们的考试角度上来讲啊，导论部分总体上来说它谈不上非常重要，考的也不是很多，但也有个别知识点呢偶尔会做考察。所以强化班的课程我还是要把导论的部分给大家顺一遍的，大家跟着我一个一个来学习。在学习具体的考点内容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框架。这是文科所有的文科学习的一般方法，因为文科学科都是密密麻麻一段一段的文字，我们在前面先把握一下框架，知道后面的理论、后面的文字，它将按照一个什么样的逻辑、什么样的结构展开。我们把握了这些东西啊，再往后面学就会有章可循了，就会心中有数了。所以我们先看看框架啊。导论部分呢，主要讲2个大的问题。一个叫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具体来讲就是会谈到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它是怎么来的，它包括些什么东西，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以及今天还要做什么样的发展，讲这些问题。那么第2个大板块呢，叫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和当代价值，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样的特点，以及今天它有些什么用呢 ？OK， 所以这是整个导论部分我们将要学到的内容。好了，有了这个框架之后，我们可以来看具体的考点了。请大家手边上拿好这个2024考研政治核心考案这本书，翻到马原的考点1，我们要开始学习具体的知识内容了。这个考点1啊，你看它的标题叫做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及构成。光看这个标题我们就知道它要讲2个东西，一个是内涵，一个是构成，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先看内涵。什么叫内涵呢？内涵就是什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那它是什么呢？我们的书本上详细的跟大家说，是，一共6个是。从考试的角度来讲，总体上来说这个知识点不重要，以往的考研真题当中这个点从来没考过，所以跟着老师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在课后啊，看不看无所谓，我们后期的课程也不会再去讲它，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非重点。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好，我们来过一下这6个是啊。首先第一个是，他说马克思主义是马恩创立的，并为其后继者所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是从什么角度来讲啊？这是从他的创立者的角度来讲。谁创立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第2个是，它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这是从什么角度来讲啊？这是从它的内容的角度来讲。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里面讲了些什么内容啊？它讲了关于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这些内容啊。好，第3个是，它是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学说。这是从什么角度来讲呢？这是从它的目的的角度来讲。就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搞这个理论呢？他为了最终说明这件事情，叫资本主义必将灭亡，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将胜利。所以这是从目的的角度来说。
然后第4个是呢，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解放、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这是从什么角度来讲啊？这是第4个是了啊，这是从立场的角度来讲。立场就他为谁服务，他为谁说话，他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全人类服务。OK， 这是从立场的角度来讲。然后第5个是它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从什么角度来讲呢？这是从它的地位的角度来讲。它什么地位啊？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最后一个第6个是它是指引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动指南。这是从什么角度来讲呢？这是从意义和作用的角度来讲。它有什么用啊？它可以指导人民创造美好的生活，所以这是从它的意义和作用的角度来讲。 OK， 所以一口气我们讲了6个是，从6个不同的角度和方面解释了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问题，简单了解即可。总体上来说，这属于一个非重点。那么比这个点更重要的是下面这个点，叫马克思主义的构成。这个在以往的考试当中偶尔会有所涉及。什么叫构成呢？说白了就是马克思主义包括哪几个部分，一共是3个部分。不学我们都学了，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包括什么？哲学、政经、科社了，不就是这3个部分了？所以把这句话画起来就可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包括这3个部分。同学们，书就画到这里为止，接下来听我说，我要补充我们的考试大概率不会出一道题问马克思主义包括哪3个部分 ，A、B、C、D 让你选3个，不会这样考，因为这样考太简单了，它会加大难度。怎么加大难度呢？来，跟着我补充笔记。首先第一，他会问是谁在哪篇文章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为了这3个部分呢？能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题干中他可能直接就告诉你马克思主义包括1、2、3 3个部分，然后问请问是在哪篇文章中把它分成这3个部分的？ A、B、C、D 给你4篇文章让你选一篇出来。做笔记，应该是恩格斯。恩格斯在哪篇文章中在一篇叫做《反杜林论》的文章中。反杜林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这篇文章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成了哲学、政经、科社这3大板块。这是他的第一个出题方式还有什么出题方式呢？第2，就是问这3个部分之间的关系。题干中就告诉你分这3个部分，然后问你它们是什么关系。比如问在这3个部分当中，其中主体内容是哪个部分？我猜有很多同学会说，老师我知道，应该是马哲，应该是哲学。为什么呢？因为他考的分数最高，对吧？徐涛老师刚刚说了，整个马原24分，18分是考哲学，所以它是主体内容。错，不对，不是这个逻辑。我刚刚那个话是说，从考试的角度来说，马哲最重要。而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哪个是主体？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这是2回事，不要搞混淆了。哪个呢？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才是主体内容。我们知道马克思他这一辈子写了很多很多的文章和著作，其中最伟大的鸿篇巨著就是那本叫做《资本论》，对吧？而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资本论》当中的主体部分。所以马克思他本人，他首先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家，所以政经才是他的主体部分。那有同学问老师，那哲学是什么呢？哲学是基础和方法。这个才是哲学。那科社是什么呢？科社是目的和归宿。连在一起就是这么个逻辑。同学们，马克思主义他用哲学的方法写了政经的理论，最后得出了科社的结论。科社什么结论呢？科社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必将灭亡，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将胜利，对吧？所以我再说一遍，马克思主义用哲学的方法
写了正经的理论，最后得出了科设的结论。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这是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那对于我们的同学来讲，我们就要把这个帽子给戴好了。问主体内容就选正经，问方法就选哲学，问归宿就选科设，帽子跟内容一一匹配对应起来。好，可以了，同学们，听到这里为止，考点1我们彻底讲完了。再怎么考都出不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内容，你彻底的把握好了。接下来跟着老师往后走，我们来看考点2了。政治就这么学啊，大家慢慢的要掌握这个节奏。好，我们来看考点2。考点2讲什么呢？先看看标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光看这个标题我们就知道它讲3个东西啊，立场、观点、方法啊，一个一个来说。先说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我们先来理解一下这个词啊，什么意思啊？立场是什么？什么叫立场？立场这个词，立场就是我站谁一边，我为谁说话，我维护谁的利益，这种问题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立场问题。请注意区分，还有一种问题叫什么问题呢？叫是非问题。这是2个不完全等同，但是又有一点关系的问题。立场问题和是非问题是2种思维方式，是2个不同看问题的角度。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在去年大概也就这个时候啊，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有些新闻，对吧？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啊，俄乌战争爆发了。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了以后啊，你发现中国的网民热闹起来了，纷纷来讨论这些事情，对吧？有的人说这场战争呢，我赞俄罗斯啊，因为俄罗斯跟中国关系好，对吧？俄罗斯如果打赢了这场战争，对中国极为有利，所以我就赞俄罗斯。哎，你好好琢磨一下他这个观点，他这个观点是站在什么角度讲话呀？他是站在立场的角度讲话，对不对？他觉得对我有利，我维护他的利益，对不对？我站他这一边，所以他这种表态啊，他是站在立场的角度去表态的。但还有一些人说不是这样的，这场战争呢是俄罗斯先动手的啊，所以就是俄罗斯发动了侵略，所以俄罗斯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呢要讲是非，要讲对错，所以我觉得俄罗斯是不对的，我反对俄罗斯。你看这种人呢，他们自己端出是非来讲话，而且这2方面的人呢还吵得不可开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看那个评论区，看看那个网民的言论啊，吵得不可开交。那些讲是非的人，他们批评讲立场的人，他们怎么说的呢？说不谈是非只谈立场，这种人不是蠢就是坏，就是别有用心，对不对？就是无脑。他们批评他。但是反过来，那些讲立场的人也有辩解啊。他们说没有离开了立场的是非，不看立场光谈是非，这是不成立的。因为所有的是非都是要站在一定的立场上来谈的，没有离开了立场的是非，你觉得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呢？我看到有很多啊，很多网友啊，他们还有各种举例。那我看到有个视频特别有意思，他说你看啊，这个一个渔民在海里面把一只大海龟给捞起来了，那个海龟的背上爬满了各种藤壶，然后呢他辛辛苦苦的帮这个海龟啊把那个藤壶全部扒掉，然后把这个海龟重新放回那个大海里面去。获得了很多人的赞扬，觉得他做了一件好事，他这是个善举，对吧？他挽救了这只海龟，对不对？ OK， 那也有人说了，那你站在藤壶的立场呢，对不对？我藤壶招谁惹谁了？我凭什么就要被你扒掉呢？对不对？所以没有了立场，你谈什么善举，谈什么是非呢？所以你看，关于这些问题，他们有好多种不同的看法。OK， 最后一点啊，我总结一下，就是说到底有没有离开了立场的是非，留给你们去思考，你们自己可以去想一想，可以去思考一下啊。当然我知道我这么一讲，有很多同学就开始陷入了沉思，就开始使劲的琢磨这个问题了，甚至要开始讨论开来了。打住啊，这个问题咱们留在那里好吗？等你考完了研再去思考。现在过度的思考这个问题啊，其实不利于我们应对考试啊，浪费很多时间啊。留住你要感兴趣，等你考完了研再去思考。我们现在回到知识点，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什么呢？他是站谁一边呢？毫无疑问呢，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呢，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下面的说法肯定会出现无产阶级、人民群众这一类的说法呀。来画线，画哪里？马克思主义以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为己任，以人自由全面发展为美好目标，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有人说好难背啊，这个背不下来啊，这么长一句我背不住，谁要你背了，对不对？这个东西又不需要上考场去默写的了，你知道就可以了。考试最多出个选择题，一个选择题题干中问你立场是什么，你就到 A、B、C、D 里去找啊，哪个选项在说为了无产阶级，为了人民群众，你就选它呀，对不对？选择题考点嘛，这是个选择题重点啊，不是论述题重点，不需要大家都背住，会选就可以了啊。好，继续往下走，立场讲完了，看观点。马克思主义有什么观点呢？它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对人类思想成果和社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那么在这句话当中啊，我希望大家关注两个词。第一个词，看这里，它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学说。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呢，它涉及的内容很全面，有自然的，有社会的，有人类思维的。我们考试的时候，假设有个选项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仅仅只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和学说，选不选？不能选，不能狭隘了。怎么能说仅仅是关于社会历史呢？它不只是关于社会历史，它还有关于自然界的探讨，关于人类思维的探讨都在里面。OK， 这是我要你关注的第一个点。那么我要你关注的第二个点呢，看到这个词，科学认识。什么叫科学啊？我们说一个东西是科学的，这话什么意思啊？就是它是对的，就是它是正确的意思。听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所以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并且大家做笔记。这个科学性啊，它还是马克思主义独有的特点，它还是马克思主义独有的特点。当然这个时候有同学可能会说了，老师，你刚刚说科学的就是对的意思，你又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独有的特点，难道你是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别人都不对？没错，我就这个意思，只有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别人都不对。考研政治基本逻辑，基本的这个定调，大家要把握清楚啊！别人都不对或不全对，只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科学就是我独有的特征，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OK 啊，好，关于观点我们就说到这里了，接下来往下走。第三个就是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什么呢？笼统的说，如果是个单选题，就选这句话，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OK。这就是他的方法。那么如果是个多选题呢，下面这些说法皆可选，比如实事求是法、辩证分析法、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分析法、社会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群众路线法等等。作为多选题，这些皆可选。但是作为单选题呢，选最开头那句就可以了，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了，同学们，考点2我们讲完了，是一个重点选择题考点。接下来往下走，我们来看考点3。考点3讲什么呢？叫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也就是它是怎么创立的，经历了一个什么过程，就有了马克思主义呢？好，跟着我来看，先别急着画线，先别画线哦，上课要听指挥，上课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画线的冲动啊！一本书被你画满了和没有画，它其实是一样的。注意啊，我说画哪就画哪，我说停就停。先看马恩接受国际性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的邀请，将其改组为开始划线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为其起草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党纲《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 OK， 画完了，来听我解读。在这段话当中有好几个重要考点。首先第一个考点，世界上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是什么？应该选共产主义者同盟，千万不要选正义者同盟。为什么呢？因为正义者同盟它还不是个政党，
它是什么？它是个工人组织，是早期欧洲的一个工人组织，他们从事着反抗资产阶级压迫剥削的斗争，但是呢，他们又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因此啊，他们频繁地向伟大的导师马恩他们写信求助，以谋求一个指导。马恩也频繁地给他们回信，在众多的回信当中，后来有一封非常著名的，就是这个《共产党宣言》了。所以，《共产党宣言》其实是马恩写给正义者同盟的一封回信。OK， 那么有了这个《共产党宣言》之后啊，正义者同盟不再叫正义者同盟了，更名为叫做共产主义者同盟。所以我们说，正义者同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就这个意思啊。那么成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它就成为了政党了。有的老师，组织跟政党有什么区别啊？有很多区别啊，至少得有党纲吧，至少得有章程和纲领才叫政党吧。如果连这些都没有，最多算个组织，还不能叫政党。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就这个道理啊。好，这是我要你把握的第一点啊。我总结一下，也就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应该选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个考点，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标志应该选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在这句话当中，两个重要考点。往下走，马克思主义产生具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阶级基础和思想渊源，又是三道题了，对不对？一个一个来，先看社会根源。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呢？我用加粗的字体已经给你标出来了，你可以再画一遍。是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欧洲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马克思本人生活的时代，就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蓬勃发展的时代。他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创立了他的理论，听懂我的意思没有？所以这句话不仅是社会根源，旁边做笔记，也可以说它是经济社会背景啊。OK， 注意两个问法答案是一样的，社会根源或经济社会背景，答案都选这个，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好，这是第一个。往下走，阶级基础。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是什么呢？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斗争。这句话不仅是阶级基础，它同时还是什么呢？实践基础。它同时还是实践基础。我们知道一个理论作为一种认知，它一定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实践出真知嘛，对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得有它的实践基础，而它的实践基础就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斗争。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又是两个题目，同一个答案啊。阶级基础、实践基础都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斗争。第三个叫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不是马克思拍的脑袋自己想出来的，他也是在继承了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发展而创立起来的。那么他继承了哪些呢？来，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三个思想渊源正好对应着他的理论的三个部分，对不对？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哲学、政经、科社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正好有三个渊源，对不对？马哲它的渊源是德国古典哲学，马政经它的渊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科社它的渊源是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很清楚吧？对不对？三个理论正好三个渊源，可以了，同学们。那么这样的话呢，考点3我们也就结束了，也是一个重点选择题考点啊。要么就不考，要考就是选择题，不会考论述题的。往下走，考点4。考点4在我们这里总体上来讲，它是一个非重点。总体上来说是个非重点。非重点并不是说它绝对的不重要，而是它这里面的很多知识内容在后面的一些理论当中将做更为详细的讲解。所以考点4，我们在这个地方总体上可以不管它不管它。那么关于考点4呢，我只带你画一句话，就这句话我们画起来，
这一类题目我们学会应对一下就可以了。哪句话呢？在列宁主义的第二段，我们画这句话。列宁深刻地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历史条件的变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的阶段，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绝对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发生并取得胜利的论断。好，就画这句话。画完了把书丢一遍，听我解释。来，听我解释啊，什么意思啊？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共产主义必将胜利，他只说到了这里，对吧？那怎么灭亡的呢？怎么胜利的呢？是大家世界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灭亡，然后大家一起进入了共产，是这样吗？还是说某个国家先灭亡，然后他进入了共产主义，还是怎么样呢？马克思没有做非常详细的论述，而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有丰富和发展。列宁提出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先胜利，这叫一国数国先胜论，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好，问题来了，为什么呢？你说先胜利就先胜利吗？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在这段话当中也说得很清楚，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的阶段，它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有的老师，啥叫不平衡？不平衡是什么意思啊？不平衡指的就是有的国家的发展阶段高，有的国家发展阶段低，他们都是帝国主义，他们都是资本主义，但是有的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级的阶段，有些相对还比较落后，能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所以他们不会同步进入，有的会先进入，有的会后进入，是这个意思。所以同学们请注意啊，这里面有一个因果关系啊，你不要光听着说，光画线，你要把里面的因果逻辑抓出来。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的阶段之后，它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所以就有可能一国数国先胜利。注意这个因果关系很重要。考试会怎么考啊？考试会在题目中告诉你，列宁说一国数国会先胜利，他这么说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到选项中去找这个不平衡。能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是这样考的，而不是吧嗒吧嗒死记硬背，那没有用。它不是死记硬背的，而要搞清楚里面的因果关系。考研政治很灵活，很多学生经常问我说，考研政治跟我以前的高中政治、大学本科的政治有什么区别啊？从知识理论的角度来说，没什么区别。你学的这些东西以前其实你也学过的，那区别在哪？区别在题目不一样，卷子不一样，深度不一样。以前的政治考试，说实话，那个卷子上的题，书上都能翻到答案的。你的老师告诉你这个学期开卷考，对吧？很多同学啊，那没有问题，开卷考，带本书进去翻都能翻到答案，对不对？但考研，你要是不会，你要是不懂，你带本书进去翻，你能翻到直接答案的题目不超过20%，不超过20%。所以它的题目很灵活啊，要你把握它这个话跟话之间背后的因果关系啊。所以大家听课要学会怎么听。好，就说到这儿了啊。然后下一段简单看一下，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建设的过程当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跟俄国的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对中国影响很大的就是列宁主义啊，所以我们叫马列主义嘛，就这么个意思啊。这个中国那个时候革命的时候以俄为师嘛，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列宁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可以了，就到这里为止，别的咱不说了。有的同学，老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不重要吗？重要，只是在这里不重要。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先后发展出了毛邓三科系，重要吗？重要。但是我们后面有一门课叫毛中特，将会逐一的展开讲，讲得很详细。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暂时可以不管它。好，请大家往下走，往下走就会看到一个表格，叫总结与扩展一。看到这个表格吧？我跟你讲了，在我们的核心考案这本书上面，大大小小有上百个这样的表格。我希望我们的同学比看正文更认真的态度去对待这些表格。有些我上课会讲，有些我不讲啊。我上课会讲的是因为它需要解释，我不讲的是因为在正文当中已经解释过了，表格只是再次做一个复述和归纳而已。但是不管我讲还是不讲，你都要认真看，这是这本书很重要的辅导性的元素。
有些书上的基本逻辑，有一些易混淆考点的整理和归纳，我都在这个总结与扩展的表格当中给大家整理的非常好啊，希望大家好好去利用，好吧 ？OK， 所以呢，那么现在就请大家看到总结与扩展一这个表格了。这个表格叫什么？马恩列的经典著作总结。马恩列的经典著作总结。从近5年的考研政治真题来看呢，马恩列的经典著作是命题组的香饽饽，他们很喜欢考这一类。近几年来，几乎每年的第1道题都是考马恩列的经典著作，或者至少是隔年就考，很喜欢考这一块啊。所以呢，很重要。但是这些经典著作在我们的书本当中又很散落。东一篇西一篇，到处都是，很多同学归纳不起来。我现在就给你归纳好了，全部在这里。考试出不了这个表格，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有人一看，哇，这么多啊！我翻了翻核心考案，横跨了3个页面呢，这么多经典著作，我咋看呢？不要慌，我带你勾重点啊！这是一个完整版的表格，其中有一些常考的、更重要的，我带你勾起来啊！来看好了。首先第一篇我们得勾，叫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篇很重要。它干嘛？首次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标志着马哲的诞生。OK， 第二篇勾起来，资本论系统阐述了剩余价值论，标志着政经的诞生。第三篇勾起来，共产党宣言，它标志着科社的诞生。好，停一下，你有没有发现前3篇很有规律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共包括哲学、政经、科社3个部分，对不对？这3篇文章正好就标志着这3个部分的诞生，对吧？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哲诞生了；资本论，政经诞生了；共产党宣言，科社诞生了。看到了没有？注意找到它的规律就好记了啊！并且，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不仅标志着科社的诞生，它还标志着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综合性的整体诞生了。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OK 啊。而且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党纲，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前面讲过的，勾一下就行了。往下走，反杜林论勾起来，但是这个勾不勾你都勾了，前面做过笔记的。反杜林论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并且首次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3个组成部分进行了全面阐述。前面是不是说了？就在反杜林论当中，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成了这3个部分，对不对？前面说过的，我不赘述了啊。往后走，下一个要大家勾的是什么呢？来，往后走啊！这个德法年鉴也勾一下吧，这个也勾一下吧。这个呢没有前几篇重要，但是偶尔也会有所考察。德法年鉴重要是什么呢？重要是标志着马恩实现了2个转变。哪2个转变呢？一，从唯心向唯物的转变；二，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OK， 德法年鉴主要是这2个转变。然后再往下走，下一个要大家勾的就是什么呢？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篇勾起来。这篇首次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实践，同学们，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做笔记，独有的特点。我刚刚是不是说过一个独有的特点呢？叫科学性，记得吧？现在又来一个独有的特点，叫实践性。独有的特点就这2个，注意区分哦。我们后面还要学鲜明特征，鲜明特征是鲜明特征，独有的特征是独有的特征，它不完全一样啊。实践也是马克思主义独有的特点。以前的人要么就没有实践观，要么就是错误的实践观，而马克思主义首次阐述了科学的实践观，在哪里阐述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墓碑上仍然刻着这么一句话，说以往的哲学家都致力于如何去解释这个世界，而问题在于如何改造这个世界。什么意思啊？实践很重要，马克思的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实践的理论。好，可以了，这篇勾起来。这篇勾了之后呢，继续往下走啊，继续往下走。下面一个我要大家勾的就是这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个勾起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马恩的国家学说，看清楚。后面还有一个列宁的国家学说，这2篇要做区分啊。马恩的国家学说叫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列宁的一会儿再说，先别着急啊，继续往下走。好，这篇勾完了之后，下一个我要你勾的就是这一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篇指出了什么呢？指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也就是说，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它的高级阶段，也就是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再往前发展就是灭亡。会灭亡到哪里去啊？到社会主义去。无产阶级要革命了，往社会主义去，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就这个意思。继续往下走，下两篇连起来记，都勾起来啊。这两篇连起来记，因为这两篇谈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一国胜利论。一国胜利论，什么叫一国胜利论？不要我多说了吧，我前面是不是解释过了，对不对？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同时灭亡，应该某个国家先革命、先灭亡、先进入社会主义，就是那个意思，前面说过的，对不对？不赘述了啊。OK， 这两篇如果是多选题，可能会都选，一起选，但如果是单选题，肯定是选第一篇。肯定是选第一篇，为什么？因为它是首次提出，听明白了没有？这两篇文章都有一个鲜明观点，就是一国胜利论，但是第一篇论欧洲联邦口号是首次提出，所以如果是单选题，肯定是选它。好，最后一个要你勾的就是国家与革命，这是什么？这是列宁的国家学说，与马恩的国家学说又有所不同啊，请注意区分。好，同学们可以了，就勾这么多，把我刚刚勾的点播过的这几篇文章重点学，其他的简单浏览一两遍就行了。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主要的考点都在我打勾的里面。好，那么这样的话，考点4我们就结束了。接下来继续往下走，请大家看到考点5了。考点5讲什么呢？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刚刚讲来讲去讲了一堆叫独有的特征啊，那是一回事。现在讲鲜明的特征，那是另一回事。那马克思主义有什么鲜明特征呢？在我们最新教材的最新表述当中，把它概括为4大鲜明特征。来，首先画起来，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发展性。OK， 就这4个。你能咋学呢？硬背是没有用的。我们也抱起书就背。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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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性、人民性、人民性，没有用，同学们。我们的考试绝对不会出一道题，然后来，请你默写出马克思主义有什么鲜明特征，100%不会这样考，他不会让你默写的。他会怎么考呢？他题干中讲一大堆的话，然后问，请问这段话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哪个特征？ A 科学性， B 人民性， C 实践性， D 发展性，4个性都是对的。关键看哪个性与题干相匹配，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这个才是关键点所在。因此这个考试对我们同学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背这4点是没有用的，要理解这4点分别是什么意思，这才是我们学习的方向。因为只有理解了每个性的意思，你才能跟题干中的那一大堆表述相匹配呀，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OK 啊，好，我们来看一个一个看。首先科学，什么叫科学性？这个我不用画线我都知道，就是它是正确的意思，就它是对的意思。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这个画不画无所谓，我们都学过了。科学性什么意思？科学性就是对的意思。OK， 好，那人民性呢？是人民至上，它是为人民服务的。实践性呢？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不断的发展。那么发展性呢？指的是它是不断发展的学说，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他自己不断的自我革命，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断更新迭代他的理论。曾经有一个学生问了我一个问题很挑衅这个问题。他说：徐涛老师，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我学到了一个这样的知识点，叫做真理都是相对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谓的正确的东西，未来有可能不正确。一切我们现在所谓的正确，未来都有可能变得不正确。这是马哲当中的基本观点。老师，而我们现在又说马克思主义肯定是正确的，你不觉得这冲突了吗？老师，马克思自己都说了，没有什么永远正确的，对吧？正确的未来也有可能不正确我们现在又说马克思主义肯定就是正确的，老师你不觉得这冲突了吗？不冲突。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在与时俱进这几个字。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
不是固定不变的模式模板，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理论，它在不断的自我革命，与时俱进，所以这样它才能永保自己的科学性。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比如我马克思主义有10个理论，1、2、3、4、5、6、7、8、9、10，对吧？100年以后，第10个理论被证明为不正确，好，它不是我的理论，对不对？我的名字就叫正确，对吧？只有正确的才是我的，我不断的与时俱进，才可以永保科学性和先进性嘛，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这就是它的发展性的含义。好，同学们，书就画到这里了。接下来我要补充，刚刚我们一共说了马克思主义有4个性，对不对？一共4个性：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发展性。那么，请大家做笔记，它的后3个性，请注意啊，后3个性集中表现为革命性。你也可以用一个数学公式来表达，就是人民性加实践性加发展性等于革命性。所以一个新提法又出现了革命性。因为为什么呢？为什么后3个性加起来就是革命性呢？来听我解释，什么叫革命呢？同学们，革命是什么意思啊？革命就是对以往的一切加以改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对以往的一切加以改造，对以往的一切加以改造。什么叫革命？革命就这个意思，对以往的一切都要加以改造，这就是革命的意思。好，既然对以往的一切加以改造，谁来改？人民，人民来改。人民性解决了谁来改的问题？怎么改？实践，必须通过实践的方式对它加以改造。第3，你自己要不要改？要。我们的革命不仅是革别人的命，还要革自己的命，自我革命。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自己还要不断的更新换代，与时俱进，所以自己也要不断的革命。OK， 所以后3个人民性加实践性加发展性就等于革命性。因此，同学们做笔记，做笔记啊！这句话这么写，我们在笔记本上这么写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实践性。做笔记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实践性和发展性集中表现为革命性。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实践性、发展性集中表现为革命性。好，同学们，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可不可以这么说？既然人民性加实践性加发展性等于革命性，那我能不能这么说？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就是科学性和革命性，可不可以？你仔细看看吧，一共是4个性，后3个加起来是革命性。那我好，就是后面这句话了，划线。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如果用一句话简单来说，就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看懂了这句话没有？一共是4个性。科学性以及后面3个性，而后面3个性加起来又等于革命性，所以我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就是科学性和革命性。OK， 没有问题，听明白了吗 ？OK 啊，好，这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的内容，我们大体上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啊，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题考点。我这里多说一句啊，我在上课的时候啊，会给大家就我们的考点做一些标识啊。比如哪个是重点的选择题考点，哪个是重点的分析题考点，哪个是非重点啊？但是呢，由于我们的课程内容很长，我在讲课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会忘了去标。哎，记住我的话，如果它是个非重点，我一定不会忘；如果它是个重点分析题考点，我一定不会忘。所以我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如果我有讲过的，并且忘了做标识的，一律按重点选择题考点处理。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OK 啊，好，比如往下走，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考点6了啊。考点6叫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这就是一个非重点，完全不用管，100%不考。这样的话，导论部分我们就彻底结束了，同学们。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啊，整个马原的导论讲完了。那么下一节课我们要讲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内容了。我们下节课继续。